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让他再靠近一些。至于其他人，都可以离开了。开始咏唱后，无论你接下来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，都不要停下。那就上来吧，用和以前一样的咒文。我没事，不必停下来。没事，都结束了。我知道，文辉的事，大可以之后再讨论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先随我回本店处理公务。比起妄论本来就不存在的事，还是向前看比较好。辅佐官可以发言了。陛下，首席辅佐官大人，这个案子稍微有些敏感。
念出来。是什么样的歌剧？篡位啊！各位辅佐官的意思是，这部剧是在暗指前代执政官聂秋和我之间发生的过去。我为了夺取文徽，不惜杀害他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弑君者了。当然不是这样，陛下。与其坐在这里揣测剧目的暗示，各位辅佐官不妨先翻阅法典，再对此事进行评判。现行律法已经写得很明确，翡翠剧团是城内登记在案的正规剧团，不会被禁止推出任何剧目，因此骑士团不可针对剧团挑起冲突。律法是维系正义与秩序的基石，我想我已经无数次和诸位辅佐官强调过这点。可是陛下，我担心如果不进行严惩，也许以后有些别有用心之人会变本加厉，乃至制造一些意外。既然国民没有指名道姓的指控，问心无愧者也不必疑神疑鬼。如果无视法典，仅以主观印象对他人施以惩戒，这就和真正的暴君无异了。希望众辅佐官能够妥善处理此事，确保民众平安和乐地度过卡俄斯之夜。不需要，这个议题已经被讨论过多次，各位辅佐官应该都有印象。文徽一事涉及我与神明的契约，如果贸然揭露一切，必然会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。更何况，陛下，更何况，我目前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再加上首席辅佐官通晓文徽咒术，也有能力应对各种意外。只要他还在我身边，前代执政官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。大人，首席辅佐官大人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忍不住感慨，我们的执政官还是如往常那样仁慈，并且希望陛下的身体也一如既往的健康。首席辅佐官大人，这也许只是我们这些老人的错觉，但您是否也觉得陛下的身体状况和往日有些不同？哪怕放在优秀学者众多的王都之中，
你也算得上是千年难遇的优秀术士。再加上您在辅佐关中位居首席，和陛下最为亲近。如果陛下出现了什么让人不安的情况，大家就全仰仗您了呀。要是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，首席辅佐官大人，就是这里了。啊，容我冒昧，您这么晚来找我借钥匙是为了早些时候说过的研究？其他方法，首席辅佐官大人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你在做什么？前面。几小时前，我想找你确认一些公事。有人告诉我，你问其他辅佐官借了钥匙，打算进入禁书区。但我今日没有从你这里听过任何相关请示，不免觉得有些蹊跷。果然，等我找过来之后，就看到你一直在往禁书区深处跑。天色已晚，我想首席辅佐官大人需要给我一个解释。为什么会在禁书区游荡？
我早该想到，你在目睹我的身体状况后，一定会四处奔走。这算是你的老毛病了，不是吗？和我们刚见面时一样，你总是把自己的安危抛之脑后，本能地关心他人。押上来。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堡附近？上一任执政官突然化龙，引发骚乱，附近居民应该都被撤离了。可你最终还是没能救他，我没说错吧？甚至连碰都没碰到他一下。解释？自不量力的人类，仗着自己学过一点咒文，想当救世英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实际上那个人根本不用你救？回答我。如果我说，你当时拼命想救的对象其实是我，民众眼中沾满鲜血的弑君者，你又会作何反应呢？因为聂秋无法自控，我为他做完了断后，便游龙化人回到地面。如此一来，寄宿在他身上的文辉也转到了我身上。在这之后，我的亲信便前来与我会合，根本轮不上你救。更别提我作为聂秋之后的新一任执政官，还没弱到需要区区人类出手相助。若是你事先得知了所谓施救对象的真实身份，还会这么不要命的过来吗？有趣。刚才我利用文辉向你施加影响，足以让那些对咒文一知半解的人受伤甚至发疯。可你看上去，好像耐受程度相当惊人。你……算了，以后再问也无妨。你以为你被带来这里接受审问是你的终局，但实际上所谓的终点，不过是起始的另一种形式而已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如何处置你吧。还是将手给我吧。这座城堡年代久远，像禁书区这种偏僻地带，可能会有我们不该接触的生物出没。
它或许能轻易改变外貌，甚至蛊惑人心。现在只有我们2人，将靖宇去掉，也不会有人议论什么。你的直觉很准，我确实有些疑虑。不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送你出去。至于其他事，比如寻找突然不见了的辅佐官，交给我处理就好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和你说过，现在我完全有能力处理一切。每个人将要走的路，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定下。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都有不可撼动、注定要去完成的使命。至于完成使命途中遇到的非议，简直不值一提。而我一直都能感觉到，你的使命还远远不在此处。如果想知道答案，我需要你继续和我共事，先顺利度过卡厄斯之夜，然后你就会慢慢明白的。我还没习惯太热闹的地方。不过你说的对，这么好的节日，像往常一样待在这里确实很可惜。除了城里，我还知道另一个地方可以散心。你要一起来吗？好，你先等我一会儿。
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和其他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想散心时就会独自来这里。如果再往那个方向走一段，就有可以歇脚的地方了。再过来一点也没关系。他们都是我的同族。算是吧。确切来说，他们踏上的是一次一旦离开就不会回来的旅行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大部分族人都已经像这样纷纷离开，所以才会给你们留下人口渐少的印象。长久以来，我这一族确实受到了各种眷顾，早早持有了超前的力量和智慧。但这股优势不可能永远存在。比如现在我们眼前的烟火，并非由龙制造，而是由人类发明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们会迎来完全属于你们的时代。对龙来说，我们能教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：咒文、律法、管理这片大陆的方式。所以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后，我们会去更适合长居的地方，也就是这片大陆的极西之地。那里远离权力中心，战争、伤痛和死亡都不会到达那里。因此，任何咒文或是文徽也不会再向我们施加影响。要是你对那处极西之地感兴趣，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那里的奇闻异事。什么？先等一下。你听，不，或许不仅仅是爆炸，还有其他声音。让暴君滚出来！我们沉默着等了那么多天，不就是为了现在吗？那位智者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。
什么强大的化龙一族？试问你们哪一代不是为了权力自相残杀？你们龙统治得了这里，我们人类就不行吗？现在辅佐所谓执政官的辅佐官们，哪一个不是有识之士？让出王位，交给更贤明的人。为什么要走？他们有句话说得很对，你身为人类辅佐官，确实有足够的学识统治这里，不是吗？我记得你刚才说想改写文徽咒文，如果没有猜错，你是希望创造一种更安全的让渡方式，不通过生死的轮回，而是像普通的官员选举那样，将文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只是做了些猜测而已。毕竟文徽会赋予持有者无穷的智慧，进行些假设并不难。所以现在，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别紧张，要是实在担心，就看着我的眼睛。首席辅佐官大人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怪事，也许只是首席辅佐官大人多虑了。那么，首席辅佐官大人得出的结论是：如果再不快点，也许愤怒的民众就会冲进城堡了。我都说过了，这只是你。我真的蛊惑了你吗？不过是把你和左然各自的愿望具象化，帮你们把一直不敢诉诸于口的心事说出来而已。还没发现吗？
早在我夺取左然的意识和你对话前，你就已经被欲望支配了。想为他人分忧的欲望，与他长久相守的欲望。而我，最喜欢心怀欲望的孩子了。那么单纯，又是那么孤注一掷。既然这么想为他分担压力，为什么不一路走到底，干脆代替左然继承文徽呢？左然的状况日渐恶化，而你一定可以比他更能运用我降下的祝福。离他远点，不许再碰他。我说的离他远点，卡俄斯！你根本什么都不明白。对你和左然，乃至整个世界来说，由你来接受我赐予的文徽，才是最优解。引发混乱。恰恰相反，我所做的反而是在维护摇摇欲坠的秩序。我现在就让你看清楚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理。在这之后，你自然会站到我这边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老师，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抱歉，左然，是我没能早点查明真相。战后告诉你，文辉从来都不是神的赐福，而是他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一颗禁果。左然，你在接受文辉后，会获得无穷的力量和智慧，但与之相对的，你也必将承受没有尽头的混沌和诅咒。正因为你会比谁看的都清晰，比谁看的都长远，因此也不得不直视盘踞于这个世界的暗面。卡俄斯则会一直笑着旁观，直到你被完全吞噬。等你的一切被消耗殆尽，他便会去寻找下一个心怀理想之人。那您，文辉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想切断自己和神的联系，但现在明显失败了。对不起，左然。也许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绝对理想的秩序和正义，从来都不存在。唯一存在于世的，只有神明影响下的权力再分配而已。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些，那么你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？感想如何？在已知我的意志不可违背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应该像左然曾对聂秋做过的那样，早点让他解脱呢？不然迟早有一天，他也会暴走的。你很有天赋，当然更重要的是，你和左然太像。你们都比起自己更关心他人，必要时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安危，以换取所谓更好的未来。目前我对你印象还不错，所以别怕。等你承受不住文辉的影响，我再帮你找个继承人就行。如果及时让渡文辉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命。怎么说话这么不留情面呢？既然你这么倔，我也不强求。那你应该也很乐意看到我把你丢在这地方自生自灭。别忘了，这里不是你正在经历的现实。在你本应该待的地方，左然还在和文辉带来的影响做斗争。如果你还想和他重聚，是不是得尽快从这鬼地方出来？
在那里。每个人将要走的路，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定下。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都有不可撼动、注定要去完成的使命。至于完成使命途中遇到的非议，简直不值一提。而我一直都能感觉到，你的使命还远远不在此处。如果想知道答案，我需要你继续和我共事，先顺利度过卡厄斯之夜，然后你就会慢慢明白的。你算了，以后再问也无妨。你以为你被带来这里接受审问是你的终局，但实际上所谓的终点，不过是起始的另一种形式而已。你是？我从没见过你，但总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。这种开场白听上去不仅蹩脚，还会让人会错意。抱歉，我现在说的话很乱吧？刚才发生了太多事。你知道，但怎么可能？那是可在那之后，我们又会怎样？那就约定好了。
在无限延伸的未来中，当我一眼认出你时，希望你也记得我。在被唤作终点的起始之地，我也会等着你。我没事，只是需要一点喘息时间。倒是你，太好了！我一直知道你不会上卡勒斯的当，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。你刚才被他送回过去时，我想法挣脱了他的控制，在你回来之前，尽量拖住他。从在禁术区意识到不对劲开始，我就一直知道，我们迟早会做个了断。老师没能完成的愿望，现在必须由我来完成。这就是命运赋予我的使命。所以现在，我需要你最后再做一件事。你先听我说，文辉的状态有些不稳定。卡格斯想借攻击我，让我像老师那样失控，这样他甚至免去了亲自动手的麻烦。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咒术师，所以不要让我变成那样，至少不要在你面前。做什么？快停下来！现在还没到改写文徽上皱纹的时候，你不会成功的，卡厄斯塔。
说了让你停下来，这相当于犯下了弑神的大罪。我亲身体会过的痛苦，只会加倍降临在你身上。从此以后，等待着你的将是无尽的混沌，连赴死都会变成一种奢望。未来，那么现在，你先闭上眼睛，数3秒，3秒一过，就往露台那边跑，好吗？在这之后，我会接住你的。流星，我可以许愿吗？这应该是你的东西吧？啊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哥哥。对了，大哥哥，你是从城里来这里玩的吗？确切来说，是从这里出发，去另一个地方旅行。旅行？是啊，大哥哥和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经历了很多事，现在打算去更远的地方探险了。说不定未来有一天，你们长成大人，逐渐变老后，也会前往那里。可大哥哥，你说的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怎么会有船？一起航行了这么久，今夜就在这个镇子上休息一晚吧。罗盘是这么提醒我们的：向西越过天际流动的水波，你便会抵达那片永恒之地。化龙一族习惯将其称为维尔诺，意为勇士长青的居所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，所以只是道听途说。据说那里永远处于长夏，能治愈我们受过的任何伤病。是啊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
我获得了与你开启新生活的宝贵机会。今后，我不再是执政官，你也不再是辅佐者。也就是说，我认为我们的相处模式是时候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必像以前在审判庭那样，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，或是有所顾虑。那时，我想弥补当初没和你看完节日焰火的遗憾，所以尝试在湖水中制造了近似焰火的光芒。之后，我们望着满洒繁星的湖水聊天，直到你在晚风中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：任何事物的终结，亦是另一些事物的开始。你曾在我以为必定是终结的时刻鼓舞了我，让我不断向前走去，直到和未来的你重逢。那么现在，该由我来向你许诺无穷无尽的未来了。好像真是这样。或许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与过去有关的事物，无论好坏，都会渐渐淡去。什么？可我施的伪装皱纹已经生效，其他人眼中的我们应该穿着朴素才对。我常年佩戴这枚宝石，也难怪你会对它好奇。确切来说，它和你有关。它被施过皱纹，能封存一部分佩戴者的记忆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时常会将我们的一些回忆放进去。这样，哪怕多年以后，我们都抵达了岁月的尽头，只要抚摸这枚宝石，便能重温过去鲜活的一切。